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今天要跟你们说一件特别颠覆认知的事儿。腰果、杏仁这两种被全网吹成养生神器的食物，我这个从业几十年的肾内科大夫平时是坚决不会吃的。你肯定觉得特别奇怪，现在不管是健康节目还是养生专家都在大力推荐吃坚果，说对心脏好，富含 Omega-3， 还能防癌抗衰老。听起来好处特别多，可他们从来不会告诉你，这些常见坚果正在悄无声息地损伤咱们的肾脏。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，肾功能本就开始衰退，长期乱吃坚果，等于是在慢慢加重肾脏的负担，甚至诱发肾功能损伤。上个月我接诊了一位患者，这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患者叫王秀英，今年68岁，家住北京朝阳区，退休前是一名小学老师。他来就诊的时候，手里攥着体检报告，眼睛哭得通红。王阿姨平时非常注重养生，每天早上都会去朝阳公园遛弯锻炼，回家后一边喝豆浆，一边吃坚果、腰果和杏仁，每天都要吃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他跟我说，电视上的专家都说坚果养生，自己就坚持天天吃。可单位体检结果出来后，他彻底懵了，肌酐数值达到 1.5， 肾小球滤过率只有71，拿到报告的那一刻，他整个人都慌了，坐在我对面手都在发抖，问我自己这么爱惜身体，为什么肾脏还会出问题？难道天天吃的坚果也会伤肾吗？我跟大家说，根据我国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，成年人群中每10个人就有1人存在肾脏问题，这个比例高得惊人。更可怕的是，肾脏是典型的沉默器官，就算功能下降到只剩2-3成，身体也不会出现明显痛感，依旧能吃能喝，毫无异常感觉。可等到出现不适症状时，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透析的地步，1周3次，1次4小时，非常折磨人。想要换肾更是难上加难，肾源紧缺，排队周期特别长。所以今天我必须跟大家把这件事讲明白，不是所有坚果都伤肾，这个观点一定要记牢。但是有3种坚果，对于肌酐偏高或者年纪大的人群来说，长期吃会持续损伤肾脏。与此同时，还有3种坚果，不仅不会伤肾，还能帮助养护肾脏，甚至辅助改善受损的肾功能。两者的差别非常大，直接关系到大家是健康养老，还是在医院承受透析的痛苦。接下来我会详细告诉大家，哪3种坚果要立刻从家里清理掉，哪3种可以放心吃，每天吃多少，什么时间吃吸收效果最好。我还会跟大家分享王阿姨的恢复情况。她听从我的建议调整饮食后，仅仅6个月时间，肌酐就从 1.5 降到 1.1， 完全恢复到正常范围。她激动地拉着我的手道谢，说多亏了及时调整饮食，现在还能安心带孙子，享受正常生活。如果你或者家人肌酐偏高，平时有吃坚果的习惯，或者想从现在开始科学护肾，那这期内容一定要认真听完，可能会帮你避开大麻烦。如果觉得这个话题对你有用，麻烦先点个赞，让更多关心健康的朋友能看到。咱们现在开始讲重点。首先来说说3种伤肾的坚果。如果你肌酐数值在 1.3 以上，或者已经确诊慢性肾病，这几种食物一定要及时清理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真正的护肾保命。第一种就是腰果，必须果断扔掉，它对肾脏的损伤是最明显的。100克腰果中含有钾660毫克，磷593毫克。对于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，这些物质可以正常代谢。可肾功能下降后，肾脏就像损坏的闸门，无法正常调节钾和磷的排出。健康的肾脏如同三峡大坝，能灵活调节体内的钾含量，可肾功能受损后，闸门无法正常工作，钾元素无法排出，大量堆积在血液中，就会引发高钾血症。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研究证实，
高钾血症会让人浑身乏力、手脚麻木，严重时会引发心律失常，甚至心脏骤停。磷元素超标同样危险，无法排出的磷会在血液中堆积，一方面会导致骨骼变脆，增加骨折风险，另一方面会引发血管钙化，让血管变得僵硬脆弱，加速动脉硬化，这是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。王阿姨当时检查血钾数值达到 5.8， 而正常范围是 3.5 到 5.0， 她总感觉心慌气短，爬楼梯格外费力，这就是典型的高钾血症表现，而根源就是长期大量吃腰果。第二种伤肾的坚果是杏仁，尤其是已经患有肾结石的人群绝对不能碰。杏仁在很多人眼中是营养丰富的健康零食，富含维生素 E， 能美容养颜。可杏仁中含有大量草酸盐，烤制后的杏仁每100克含草酸盐469毫克，含量是腰果的2倍多。草酸盐进入尿液后，会与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结石。要知道，肾结石患者中80%都是草酸钙结石，这种结石会直接损伤肾组织，堵塞输尿管，引发剧烈疼痛，还会阻碍肾脏血流，导致肌酐快速升高。我之前接诊过一位62岁的李先生，成都人，特别爱吃杏仁，每天都要吃150克左右，坚持1年多后，检查发现肾脏里布满了细小的草酸盐结晶，加上中老年人平时喝水少，尿液浓缩，结晶更容易形成，对肾脏的损伤会加倍。王阿姨当时吃的还是进口杏仁，价格不菲，她以为贵的就是好的。可对肾功能受损的她来说，再贵的杏仁也是加重肾脏负担的食物。第三种需要慎吃的是开心果和花生，透析患者更是要完全避开。市面上的开心果大多是盐焗口味，钠含量非常高，吃下去会让肾脏同时承受钠和钾的双重压力。花生虽然属于豆科植物，但常被当作坚果食用。花生酱还会额外添加糖和盐，进一步加重肾脏负担。透析患者的肾功能已经下降到 15% 以下，摄入的钾无法自主排出，只能依靠透析清除。如果2次透析之间大量吃高钾食物，血钾会快速升高，随时危及生命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营养科明确将坚果、豆类、小鱼干等列为透析患者慎食食物。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，腰果、杏仁、开心果、花生，只要肌酐稍微偏高，就要及时清理，不要心疼钱。身体健康比任何食物都珍贵。说到这里，很多朋友会问，是不是肾不好就不能吃坚果了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有3种坚果不仅不伤肾，还能帮助养护肾脏，我把它们称为护肾坚果，是我从医30多年，临床验证过能辅助改善肾功能的食物。只要吃对种类，控制好量，就能帮肾脏减轻负担。第一种是夏威夷果，建议把腰果换成夏威夷果，它的钾和磷含量只有腰果、杏仁的1半，不会给肾脏带来额外负担。而且夏威夷果中含有棕榈油酸，这种成分能起到抗炎作用。肾功能下降的过程，本质就是肾脏内部存在慢性微小炎症。棕榈油酸能帮助减轻炎症，保护肾单位。同时夏威夷果中的优质脂肪能延缓血糖上升，对合并糖尿病的肾病患者格外友好。每天吃10到15颗，大约30克即可，不要过量，避免热量超标导致肥胖，加重肾脏负担。第二种是核桃，每天吃6-7个，能保护肾脏微血管。核桃是唯一富含植物性 Omega-3 脂肪酸的坚果，这种成分叫阿勒。2021年国际权威医学期刊研究证实，每天适量摄入植物性 Omega-3 能降低心梗和心绞痛的死亡风险。心和肾关系密切，肾脏健康离不开心血管的支持。核桃中的 Omega-3 能增强肾脏微血管的韧性，保证肾脏血液供应。美国大学实验发现，连续吃6周核桃能降低血压、胆固醇，增加肠道有益菌，
这些变化都能间接减轻肾脏负担。每天吃6-7个是最安全的量，符合美国心脏协会的推荐标准。第3种是亚麻籽，吃亚麻籽一定要搭配足量水，一勺亚麻籽配250毫升，水是黄金比例。亚麻籽中膳食纤维含量高达 30%， 可溶性纤维能吸附代谢废物，帮助肠道排除毒素，减轻肾脏工作压力。不可溶性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，减少毒素堆积。同时亚麻籽也富含植物性 Omega-3， 养护血管的效果出色。每天摄入量不超过1汤匙，干吃不喝水会导致便秘甚至肠梗阻，一定要牢记喝水的重要性。这里跟大家澄清一个误区，板栗草酸盐含量低，肾结石患者可以吃，但是淀粉含量高，糖尿病肾病患者要控制摄入量。很多朋友会疑惑，为什么养生专家推荐吃腰果、杏仁，而我却建议避开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养生专家针对的是肾功能正常的年轻人，这些坚果对他们来说是营养零食，可对中老年人来说，肾功能已经减退，身体代谢能力下降，这些高钾高磷坚果就会成为肾脏的负担。我每天面对的是因饮食不当导致肾损伤的患者，所以更清楚其中的风险。养生不要盲目跟风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健康的。知道了该吃和不该吃的坚果，还要掌握正确的吃法，才能让护肾效果最大化。我给大家制定了一套简单易行的护肾坚果日程表，也是王阿姨一直在坚持的方案。早上起床后吃6颗核桃，搭配250毫升温开水。早上空腹吃核桃不会伤胃，而且身体对艾勒的吸收率最高。温开水能冲刷肾脏一整晚积累的代谢废物。很多老人早上不爱喝水，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正。肾脏经过一夜工作，需要水分来启动代谢。中午饭后吃1汤匙亚麻籽，搭配250毫升温开水，可以撒在凉拌菜里，也可以拌在酸奶中，纤维遇水膨胀后才能有效吸附肠道废物。下午加餐吃10颗夏威夷果，每天坚果总量不超过30克，不要混合吃多种坚果，避免钾磷摄入超标。晚饭多吃彩椒、西兰花、菠菜等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，维生素 C 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利用 Omega-3， 增强抗氧化能力，保护肾细胞。核心原则是1天只吃1种坚果，方便控制摄入量，避免超标。如果这些方法对你有帮助，可以在评论区打1，让我知道你在认真学习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。你的一次分享可能会保护一个人的肾脏健康。接下来解答大家最关心的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肌酐 1.1 在正常范围，还需要注意吗？答案是需要。肌酐数值会受肌肉量影响，老年人肌肉流失，就算肾功能下降，肌酐也可能显示正常。建议60岁以上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人群，每年检查1次光胰素 C， 这个指标不受肌肉量影响，能更准确反映肾功能。第二个问题，肌酐 1.8， 现在调整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但是肌酐超过 1.5， 一定要到肾内科就诊，不要自行调理。饮食上立刻停掉腰果、杏仁，每天喝水 1.5到2升。透析患者要严格遵医嘱控制饮水量。第三个问题，检查肌酐前要注意什么？检查前1天不要大量吃红肉，不要剧烈运动，避免肌酐暂时升高。早上空腹检查，前1天正常饮食，不熬夜，结果会更准确。最后跟大家说说王阿姨的恢复情况。她回家后第一时间扔掉了腰果和杏仁，不顾老伴的心疼，坚持按照我的方案执行。每天早上6颗核桃加1杯温水，中午亚麻籽拌凉菜，下午10颗夏威夷果，晚上多吃蔬菜，每天分8次喝2升水，2个月后复查，肌酐从 1.5 降到 1.3， 血钾恢复正常，又坚持4个月后，肌酐降到 1.1， 肾小球滤过率回升到 85， 完全恢复正常。他激动地说，现在能正常带孙子跳广场舞，
还能和老伴出门旅游，生活完全回归正常。作为医生，看到患者康复是最开心的事，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改变了吃坚果的习惯。视频最后，我想跟大家说，养生一定要选对方向，不要盲目相信高价食物，也不要跟风听信养生说法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今天分享的内容基于现代医学研究和30年临床经验，对早期肾功能下降的人群非常实用。请大家回家后检查家里的坚果，及时清理腰果、杏仁、开心果、花生，把这期内容分享给需要的家人朋友。有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尽量回复。养肾是长期坚持的过程，只要用心呵护，肾脏就会回馈健康。最后给大家一个保命小贴士，比坚果更伤肾的是非体抗炎药，比如布洛芬、奈普生等止痛药。中老年人腰腿疼很常见，长期乱吃这类药会收缩肾血管，损伤肾功能。慢性疼痛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，不要自行购买。保护好肾脏，才能拥有健康的晚年生活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是拥有30年临床经验的肾内科大夫，关注我，下期继续分享实用的护肾知识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